嘿，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開場，跟這個第3支盲眼劍客打的一場比賽。那其實為什麼是第3支盲眼劍客？那也是跟之前說的一樣，因為其實在那個印尼服機場裡面，就是在我這個排位的區間裡面其實盲眼劍客玩家好像就只有2個而已。雖然盲眼劍客是一支適合新手跟這個老手都使用的英雄，那按這個正常邏輯來說，那一支英雄應該是很多人都會使用。那但是其實也是那句。只有2個人而已，對。那這次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第3個，就是我發現，原來還有一個新發現的一個盲眼劍客打的這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的技能階段，那這邊直接 SD 把他打倒地，然後我們就不要吝嗇，直接把他嘗試抓住。那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我的邏輯是，其實除了用來當做這個宙斯 SD 來進行那個輸出之外，那如果你能用一些不同的 SD 技能把他打倒地，然後接一些輸出的打法的話，例如說我的話就是接一個黑毛 combo， 如果 SC 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對我來說已經非常之划算。那當然，如果你的 SC 能做到用那個 S 來換掉敵人的一招技能的話，而且也能把敵人抓住的話，那這個情況當然是非常之好的一個情況。例如說我們常見的午夜 SC 就是能經常做到這個情況，用技能換技能，然後把人抓住。那但是你也知道我是不用 meta， 所以的話我是沒有用這個午夜 SD 的。那我只是會用這個霸球 SD 把人直接打走。對，那就來到這個第2回合那第2回合也是一開始如果抓到直接黑毛 combo， 那個血量就狠狠的拉起來，因為對面那個玩家，所以你看到那個好像是4星，那因為也是有說通常那個等級是與什麼掛鈎？那其實是跟你的那個英雄的 CD 掛鈎，因為通常你的等級越高，就代表說你花了不少的時間來打這個車輪戰。那你花了很多時間打車輪戰的話，就代表說你的 CD 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對，那這邊的話，但是他好像還沒有為我們展示他的那個防禦英雄所以我就合理懷疑他應該是還沒弄好他的防禦英雄，或者是他這支就是防禦英雄。那還不知道，因為看起來我的黑毛是可以給他非常大的輸出OK， 這邊抓到，來到技能階段直接給他個宙斯 SD， 因為看到他這個英雄是沒有裝這個術士衣，那也是跟解說說沒有裝術士衣英雄那你的被抓到然後直接被秒殺的風險就會非常之高。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發現他唯一能救他的裝備，對，就是這個披風，護士披風是一件算是反裝嘛。那但是其實這邊讓我把他血量拉到那麼低的話，其實這個披風也是用了等於沒用。OK， 這邊的話我們再抓他一次，他就應該是直接死掉了。我沒抓到。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所以的話，根據剛才那個教訓，其實我也是，就算是跌傷英雄，我也是建議大家裝一件術士衣。對，那這邊來到第3回合，那這邊的話也是一開始把他打倒地，然後哎呦，那這邊我失手了，直接被他那個盲劍那個重擊打倒地。但是比較好運的是，他好像沒有那些倒地把他拉起來的那些 combo 所以的話，我們就算被打倒地，也是沒有什麼太致命的影響。我這邊抓到，直接給他一套黑毛 combo， 那也是跟姐所說的一樣那這個正義隊長，我覺得是打這個盲眼劍客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幫手直接防禦然後反擊，配加 Star Attack 就可以直接把對面的盲眼劍客跪起來。我這邊可以發現了，原來他這個防禦英雄是這隻李舜臣那前2回合應該是他沒有機會換這個防禦英雄，導致我就前面2回合都很順利的給他一個非常致命的傷害所以導致讓我很順利拿下剛才2回合。那這邊的通換了這個防禦英雄就明顯好很多了，就是黑毛 combo 就打那個傷害就不是特別的高。OK， 這邊直接用反裝，那因為他沒有提防我這個術士衣存檔的情況，而直接用這個宙斯 SD 的話，這個狀況是非常之危險的。那這邊我的披風應該還有，那我們就留這個披風吧。例如說，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能源披風來進行這個致命一擊那因为其實現在你看起來好像2邊的血量都差不多，那但是因為加成關係他打我的傷害是非常之痛的，所以的話，我們直接把它消技的話，那個勝算會比較大一點。OK， 這邊成功把它消技了。那就不用怕對面用一些技能來做一個非常大的輸出那個也是我選擇用這個披風來消劍原因之一
OK， 這邊的話抓到，那應該是完結了。